这里是湖北恩施的平山大峡谷，号称中国的仙本那。结束了四川之旅，从成都来到了恩施，休息了一天，开始了恩施自由行。今天要去的是平山大峡谷。虽然湖北 A 级景区门票免费，但是这个平山大峡谷因为是私人承包的性质，所以并不免票，票价而且不便宜，加上船票218。如果报当地的一日团，门票应该有优惠，一日团的价格大概300出头。进入景区，车直接开到了山顶，从上面一路向下走悬崖栈道。钢骨天梯，这个栈道难度并不大，大约走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谷底。看到谷底河水颜色的时候，还是挺兴奋的，属于蓝绿蓝绿的，非常清澈。小船飘在水中，就像漂浮在空中的感觉。可以坐这样的漂浮小船拍照。像这种在岸边简单漂浮一下，一个人20块钱。还有租古装衣服的，确实效果挺好看的。我也上去了小船，打卡拍照。平山大峡谷也算是个网红的景点，被誉为中国的仙本那。在谷底停留片刻，继续沿着栈道前行。沿途有个吊桥，这个峡谷在2个高山之间，非常的狭窄，阳光不容易照进来。看看这河水的颜色，栈道徒步的终点是一个码头，会在这里坐船穿越峡谷。小船驶离码头，向着前面的峡谷进发。
前面就是峡谷的一线天，最窄的地方只有不到5米。在这个峡谷中穿行，还是挺精彩的一段旅程。这个绿色苔藓的形状像是瀑布，终于看到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。游船大约半个小时结束，往上走一走，还可以从高处往下看。峡谷的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。在恩施，我准备待7天，每一天给大家分享不同的风景。这里就是恩施狮子关的网红桥。从恩施的市区到狮子关其实并不远，但是没有直达的景区交通车，于是拼了个车，一天每个人80块钱。狮子关景区现在也属于优惠期，免费，但需要30块钱的景区交通车费。现在坐上了电瓶车，目前开进的就是这个网红桥。这个桥是一个浮桥，在上面行驶并不觉得有多么的神奇，只开了不到2分钟就穿过了这座桥。狮子关景区目前也正在修整，所以开了一会儿就到头了。这里的自然风光比较平淡无奇。这个正在修建的建筑聚集了很多野猴。
哎，咸阳的呀，刚读啊，咸阳。大红，谁可走大红？这一群猴至少有30多只。在这里停留了10分钟，电瓶车开始往山上开。车开到半山腰，就可以从空中看到刚才路过的这个网红浮桥。从空中看上去，这座桥就显得比较特别了。正好开过来一辆私家车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桥是个浮桥。车开过的时候，水面泛起了波纹。这个景区私家车是可以开进来的，也可以在桥上下车。现在这个恩施狮子关的浮桥已经成了网红桥。游览完这个浮桥，电瓶车继续往前开。前面是一个峡谷，我坐在了电瓶车的最后一排。这个峡谷的特别之处就是地上积满了水，电瓶车从其中穿过，感觉像是冲浪。途中有几个小景点儿，电瓶车开了20多分钟，停留片刻，开始往回开。感觉这个电瓶车的30块钱还挺值的。看看这是坐在前面的客人，尤其是坐在边上的，基本一路上被溅了一身水。是不是还挺好玩的？这个就是狮子关景区，实际只花费了30块钱的电瓶车费。离狮子关不远有一个伍家台茶园，据说当年康熙来过此地。没想到这个茶园还是一个4A 级的景区，免费的。今天的天气有点阴沉，但是这里的空气非常好，
五家台有机茶示范基地，感觉一层一层的像梯田似的。这是茶农在喷洒消毒液。恩施的茶也是小有名气的，这里沿途很多茶农在售卖各种茶叶，最著名的是西茶。这个喷的不是农药，是在消毒。这个村庄还真的挺美的。可以说在恩施周边有很多这样的小景点儿。如果你有闲暇的时间，完全可以在这里待1-2周的时间。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，谢谢关注我恩施的行程，明天精彩继续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这里就是恩施大峡谷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。在恩施的所有景区中，知名度是最高的一个。去恩施大峡谷交通非常的方便，在恩施市区的客运站25块钱直达景区。目前恩施大峡谷是免票的，只有30元景区交通费，但是这个景区山路漫长，还是选择了坐缆车上山，缆车费100元。不过后来听其他朋友说，这100块钱完全没必要坐，因为只要走40分钟就可以爬上山顶，而且徒步的线路沿途风光比较漂亮，10分钟缆车就到了山顶。从这里才开始真正的攀爬，大约要走3-4个小时。恩施大峡谷基本都是栈道和楼梯，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，而且一半是在悬崖峭壁上走绝壁栈道。这个是一线天。这就是漫长的绝壁栈道。恩施大峡谷实际有2个景区，一个是七星寨，一个是地缝，但现在只有七星寨景区开放，地缝没有开放。不知道这山下的寨子是不是就是七星寨？
今天的天气虽然是个晴天，但是少了一种云雾缭绕的神秘感，加上也没有秋色，所以风景其实有点一般。我也去过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，感觉两者挨不上边儿。这是到达了山顶的一个休息站，还要继续往前走。这里吃的不贵，从下了缆车一直走到最后的尽头，徒步大约3-4个小时，所以不太建议老年人或者腿脚不便的人来这里旅游。虽然这里也有滑杆，但是这个路程如果都坐滑杆的话，至少是600块钱。当然分段也可以100-200的支付。看看这些绝壁栈道，单就这个山的景色来说，确实不太出色。又爬上了另一座山，从上面看一看下面的风景。从这边开始会有一些巨大的石块，各种形状的。这个是迎客松，欣赏一下这美丽的大石头。前面有很多游客驻足观看，应该是到了景区最著名的景点了。对的，这就是一炷香，这是恩施大峡谷最知名的景点。这个一柱擎天啊，直插云霄，挺立斗步啊。有位小美女在这里做抖音直播。我们要录屏啊，这里不能爬上去。要录屏的有机会一定要到恩施来走一走啊。恩施是一个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、环境好、空气好、风景好的地方。那个绿衣服的让你。什么时候女儿车？女儿车要晚上看才好看哈。爬到这个一炷香大概2个小时。看看2位抬滑竿的轿夫。继续往前还有一些景点，都是以各种形状的巨石命名的。形状全凭你想象。这一路走了大概3个小时。下山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电梯，35块钱。这个电梯非常长，像一个风雨桥，一节一节的。
如果爬山爬累了，就可以坐这个电梯下去。感觉这个电梯还是比较直的。在恩施大峡谷整整玩了1天时间，总体感觉没有给我特别惊艳的感觉，可能是去的名山大川太多了。也许恩施大峡谷是五 A 景区，知名度比较高，所以期望值也比较高吧。其实在恩施，我第一个去的景点就是这个恩施大峡谷，但是拖了2天才做了这个视频，主要是觉得没有太多惊喜。接下来我还要去地心谷、索贝亚石林，还有腾龙洞。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恩施8日行，谢谢关注。